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，大多数起点都不算太差。刘邦好歹是个亭长，虽然官不大，但也算体制内。李渊是关陇贵族，祖上几代都有人脉。赵匡胤家里是职业军人，自己更是禁军高级将领。而朱元璋呢，他是放牛娃、和尚、游方僧，说的再直白一点，就是要过饭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朱元璋。别人创业是从车库起步，朱元璋创业连车库都没有，起步地点大概是别人家的牛棚。可就是这么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人，最后当了大明集团董事长，办公地点从破庙换成南京皇宫，员工从几个红巾军兄弟扩大到整个帝国。按理说，做到这个份上，人生应该圆满了吧？没有，朱元璋越成功，心里反而越不踏实，因为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人，最了解底层是怎么掀桌子的。一个靠造反成功的人，也最清楚皇帝是怎么被人从龙椅上拽下来的。所以朱元璋一生真正害怕的，并不只是某一个胡惟庸，也不只是某一个蓝玉，他怕的是一切不受控制的东西。他怕恶，怕乱，怕官僚骗他，怕功臣结党，怕子孙守不住江山，更怕有朝一日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一切，又像当年他父母的尸体一样，因为没钱、没地、没人管，随随便便就埋进一块荒地里。朱元璋的一生看上去是在征服天下，实际上他一直在跟10几岁时那个饥饿、孤独、无能为力的朱重八打仗。第一，他最怕的是重新失去一切。元朝至正4年，也就是1344年，淮河一带遭遇严重灾荒，朱元璋的父亲、母亲和兄长相继去世，家里甚至没有土地安葬亲人，只能求地主施舍一块坟地。后来他进入皇觉寺不到2个月，寺庙也因为缺粮遣散僧人，他只能外出流浪化缘。今天很多人看朱元璋，会觉得他后来杀人太狠，管得太宽，疑心太重。但你得先理解一件事，朱元璋小时候见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穷。一般的穷是今天吃馒头，别人吃肉。朱元璋经历的穷是昨天还有一家人，今天人没了，人死了，没有棺材，想埋人没有地，进庙想混口饭，庙里也宣布破产。这种经历会给人留下什么？它会让一个人形成一种极端认识，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稳的，父母会突然死，家会突然没，粮食会突然断，官府不会来救你，地主也未必会可怜你。所谓秩序，只是有饭吃的人编出来安慰自己的。所以朱元璋后来做皇帝，对粮食、户籍、赋税、土地和基层官吏异常敏感。别人看奏章看到的是数字，朱元璋看到数字后面，可能就是当年凤阳饿死的那一家人。一个县少报了人口，在普通皇帝眼里是行政误差，在朱元璋眼里，这意味着官员正在欺骗朝廷。一个粮长侵吞税粮，在普通皇帝眼里是贪污，在朱元璋眼里，这是有人从穷人的饭碗里抢粮食，是当年那些把百姓逼到走投无路的人又回来了。因此，朱元璋对贪官的痛恨确实有真诚的一面，他不是没见过百姓受苦，他自己就是从尸体堆和饥荒里爬出来的。
可问题也在这里，正常人经历苦难可能产生同情，朱元璋经历苦难，除了同情，还产生了强烈的控制欲，因为他不相信人会自觉做好事。那他相信什么？他相信刀，官员不老实就剥皮，百姓不守规矩就重罚，地方出问题就派人监视。总之，在他的逻辑里，人性不能靠教育，只能靠震慑。这是一种典型的灾难幸存者思维。我当年没人救，所以我不能允许任何风险存在。既然风险无法彻底消失，那我就把所有可能制造风险的人先处理掉。朱元璋不是从贫穷中走了出来，他只是把贫穷锁在了心里。第二，他最怕的是别人骗他。朱元璋没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，早年社会地位又极低，后来突然进入一群文臣、儒生和世家大族中间，他当然知道自己在写文章、讲典故、玩官场规则方面比不过这些人，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。一方面，他需要读书人帮助自己治理天下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天然不信任读书人，因为武将想干什么通常写在脸上，武将不服可能拍桌子，武将想造反可能调兵，武将喝多了甚至会直接说，这天下要不是我们打下来的，你能坐这里吗？可读书人就不一样了，读书人笑着给你写一篇贺表，里面究竟是在夸你还是在阴阳你，你还真不一定看得出来。这对朱元璋来说太难受了，他最恨的不是别人骂他，而是别人骂了他，他却没听懂。于是洪武年间出现过不少因文字、贺表和措辞获罪的事件，后世流传的一些具体文字狱案例未必都完全可靠，但朱元璋对文书语言极其敏感，对臣下是否影射其出身保持高度戒备，这个基本倾向是明确的。为什么这么敏感？因为朱元璋心里始终藏着一个问题，你们是真的服我，还是表面跪着，心里把我当要饭的？皇帝最怕臣子不忠，朱元璋则更进一步，他怕臣子看不起他。一个真正自信的人，被人提起过去，可能一笑而过，对，我以前穷，那又怎么样？但朱元璋的态度不是这样，他的出身既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，也是他最不愿被人触碰的伤疤。他可以自己说朕本怀幼不医，因为这是皇帝在讲励志故事，别人要是说的语气不对，那就可能变成揭伤疤。这就像老板在年会上说，我当年穷的连房租都交不起，大家鼓掌说老板励志，没问题。你站起来补一句，对，当年您确实挺惨，听说还要过饭，那气氛可就不一样了。朱元璋为什么建立严密的监察体系？为什么后来让锦衣卫参与侦查和审讯？除了加强皇权，也是因为他无法容忍自己看不见的地方。官员在朝堂上说什么，他能听见；官员回家说什么，他听不见。而只要听不见，他就会想象这些人在密谋什么，有没有结党，是不是在笑话朕，是不是觉得太子软弱，是不是准备等朕死后换个老板。疑心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发现了证据，而是不再需要证据。第三，他最怕的是公司里出现二老板。朱元璋打天下靠的是一群老兄弟，徐达、常遇春、李善长、胡惟庸、蓝玉，这些人有的管军队，有的管行政，有的有人脉，有的有威望，
创业初期，这些人叫合伙人；公司上市以后，这些人就容易变成风险，因为朱元璋太懂创业团队了。大家当年跟着你，不是因为你头上有天命光环，而是觉得跟你有前途。既然他们能推着你上去，理论上也能推着别人上去，尤其是丞相。皇帝掌握最高权力，丞相掌握日常行政，天下奏章先到丞相手里，官员升降有丞相意见，朝廷运转也离不开中书省。对一般皇帝来说，丞相是高级职业经理人；对朱元璋来说，这不是职业经理人，这是一个随时可能架空董事长的首席执行官。胡惟庸案发生于洪武13年，即1380年。胡惟庸被诛后，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，将6部直接置于皇帝控制之下。案件此后不断扩大，李善长等大量官员、功臣也被牵连。史家对胡惟庸是否确有完整谋反计划，案件是否被扩大利用，一直存在疑问。这件事的关键不只是胡惟庸到底反没反，真正重要的是，朱元璋借这个案子完成了自己最想做的事，从制度上消灭二老板。以后大明公司不设总经理，所有部门直接向董事长汇报。户部来找他，兵部来找他，刑部来找他，礼部也来找他。工作量大不大？当然大。可朱元璋宁可自己累死，也不愿意把权力交出去，因为在他的心理账本里，劳累只是辛苦，失控却可能要命。这就是朱元璋最鲜明的性格，他不是单纯喜欢权力，而是把权力当作安全感。一般皇帝把权力当享受，他把权力当防盗门。少拿一项权力，就像家里少装一把锁，少监视一个人，就像晚上睡觉没关窗户。所以他不是坐在龙椅上享福，而是坐在龙椅上值夜班。第四，他最怕的是功臣拥有另一套合法性。胡惟庸是文官集团的代表，蓝玉则代表另一种危险，那就是军工集团。蓝玉能征善战，在捕鱼洱海之战中重创北元，军事威望极高，但他也恃功骄横，存在擅权、侵占民田、纵容家奴等问题。洪武26年，也就是1393年，蓝玉以谋反罪被诛，案件牵连极广。朱元璋为什么怕蓝玉？因为蓝玉身上有朱元璋年轻时的影子，能打仗，有威望，不太守规矩，身边又围着一群军中兄弟。这种人放在乱世是创业明星，放在太平年代就是董事长晚上睡不着觉的原因。更关键的是，太子朱标性格相对宽厚，而蓝玉又与太子妃家族关系密切。按照朱元璋原本的安排，这批功臣宿将很可能成为太子继位后的军事支柱。可洪武25年，太子朱标先去世了，朱元璋的整个权力安排顿时被打乱。如果朱标活着，蓝玉这种骄兵悍将也许还能被压住。朱标死后，继承人变成了年轻的皇孙朱允文。这时候朱元璋看蓝玉就不再只是看一个有缺点的功臣，他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皇帝身边站着一名战功赫赫、党羽众多、脾气暴躁的军事大佬。这个组合怎么看都不像长治久安。朱元璋心里可能非常清楚，蓝玉今天不反，不代表明天不反，明天不反，不代表他手下的人不推着他反。即便他永远不反，他的存在本身
也足以让新皇帝的权力打折。于是朱元璋采取了他最熟悉的解决办法，解决不了风险就解决制造风险的人。有人说朱元璋杀功臣是因为刻薄寡恩，这当然是一部分，但更深的一层是他没有能力接受不确定性。正常政治需要妥协，需要容忍灰色地带，需要允许强臣存在，也需要建立能平衡不同力量的制度。朱元璋不喜欢这些，他要的是绝对忠诚、绝对服从、绝对安全。问题是政治世界里根本没有绝对安全，所以他只能不停地杀，不停地清理，不停地把可能性变成尸体。第五，他最怕的是儿孙没有自己那么狠。朱元璋不是不知道自己手段残酷，他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就需要这么残酷。在他看来，大明江山是自己从死人堆里一寸一寸抢来的，北边有蒙古势力，地方有豪强，朝廷有贪官，军队有骄兵，皇族内部也可能争权。这样一家公司交给一个温和的继承人，能守得住吗？他最满意的太子朱标恰恰与他性格不同。朱标接受完整的儒家教育，性格宽厚，经常劝朱元璋少杀人。这本来是好事，一个负责打天下，一个负责治天下，父亲当屠刀，儿子当药箱，理论上挺搭配。可朱元璋可能既欣赏朱标的仁厚，又担忧朱标的仁厚，因为在他的经验里，仁慈很容易被理解为软弱。他从来不是靠别人心软活下来的，他活下来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更能忍，更敢打，更敢下手。因此他很难真正相信宽容也能维持秩序。马皇后在世时还能劝住他一部分杀意，太子朱标在世时也能为朝廷提供另一种可能。可马皇后去世后，朱标又早逝，朱元璋身边两个最重要的情感缓冲相继消失。此后的朱元璋越来越像一个独自守着仓库的老人，仓库里装着整个天下，门外每一个脚步声他都觉得可能是贼。他开始替孙子清理道路，文官集团要清，军事集团也要清，丞相不能留，强将不能多，凡是可能让年轻皇帝控制不住的人都提前处理掉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洪武晚年的大案不只是朱元璋在巩固自己的权力，也是在替继承人制造一个没有强人的朝廷。可他没有想到，强臣被杀光以后，真正威胁朱允炆的不是大臣，而是朱元璋自己的儿子燕王朱棣。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。朱元璋防文官，防武将，防外戚，防功臣，防得跟杀毒软件似的，最后真正攻破系统的是内部管理员。他怕别人夺走朱家的江山，所以大封诸王，让儿子们镇守各地。可诸王拥有军队，又反过来威胁中央。他怕孙子压不住功臣，所以提前把功臣杀掉。结果孙子想削藩时，朝廷连几个真正能压住朱棣的老将都很难找到。朱元璋以为自己是在给后代排雷，实际上他把地面上的雷排完了，又在墙里埋了一颗更大的。第六，他最怕的其实是朱重八重新回来。朱元璋当皇帝后，建立了极其严密的制度，制定大明律，颁布大诰，整顿吏治，控制户籍，建立里甲制度，试图把整个社会固定下来。农民种田，军户当兵，将户做工，
官员办事，每个人最好都待在规定的位置上，不要乱跑，不要乱说，不要自由发挥。为什么？因为朱元璋亲眼见过一个流动的社会有多可怕。流民一多就会变成饥民，饥民一多就可能加入红巾军，红巾军里再出现一个朱重八，元朝就没了。所以他当上皇帝以后，最想消灭的恰恰是当年的自己。那个没有户籍约束，四处游荡，参加起义，靠战争改变命运的朱重八，是朱元璋人生中最成功的版本，却也是大明制度最不能允许出现的人。这是不是很矛盾？非常矛盾。他靠打破秩序成功，却要求所有人永远服从秩序；他靠造反改变命运，却把造反视为天下第一大罪。他痛恨元朝官吏欺压百姓，却又建立起一个高度严苛、权力集中到皇帝个人的统治体系。因为成功者经常这样，自己翻墙进来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墙加高。朱元璋不相信人人都能靠奋斗成为皇帝，他更清楚，一旦人人都想复制自己的创业路径，那大明集团第二天就得宣布破产。所以他必须告诉天下人，我的逆袭叫天命，你们的逆袭叫谋反。说到底，朱元璋最怕的不是胡惟庸，不是蓝玉，也不是蒙古骑兵，他最怕的是另一个自己，一个同样挨过饿、受过欺负、敢把命压上去的穷人，在某个破庙里突然想明白，皇帝也不是天生的，朱元璋能坐上去，我为什么不能？这才是朱元璋最深的噩梦。他知道龙椅没有神力，因为他自己就是证据。朱元璋的一生是一场极其成功的逆袭，也是一场从未结束的逃亡。他从饥饿中逃出来，却一辈子害怕粮仓空掉；从官府压迫中逃出来，却又建立最严密的官僚控制；从社会底层爬上来，却害怕底层再出现一个自己。靠兄弟们打下天下，最后又不敢把天下交给兄弟。他得到了最高权力，却从未获得真正的安全感。所以朱元璋最怕什么？表面上他怕谋反，再往深处看，他怕失控。而在失控的背后，他真正害怕的是失去。失去粮食，失去亲人，失去权力，失去江山，失去自己用一辈子证明的那句话，我朱重八不是任人宰割的穷命。可他越害怕失去，就抓得越紧，抓得越紧，杀的人越多，杀得越多，整个帝国就越依赖皇帝本人。最后的大明看似铁板一块，实际上所有螺丝都拧在朱元璋一个人手里。他活着，机器能转，他一闭眼，问题立刻出现。这就是朱元璋最大的悲剧。他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，变成了什么都必须亲自控制的人。他战胜了元朝，战胜了陈友谅，战胜了张士诚，也战胜了无数功臣宿将。可他始终没有战胜那个站在饥荒里，看着亲人死去，害怕明天没有饭吃的少年。朱元璋最怕的不是造反，而是失控。最怕失控的根源，则是童年形成的失去恐惧。皇帝虽然叫朱元璋，但是真正统治他一生的，却一直是朱重八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聊到这里。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，欢迎点赞和订阅频道。再会。